英语学习系列：如何有效精进英文文法？欢迎回到我们的解析单元。说真的，如果你曾经因为英文文法这4个字觉得压力山大，那你今天绝对来对地方咯。我们保证今天绝对没有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枯燥文法规则轰炸，而是要教你怎么把英文文法变成超实用、超顺手，而且完全零压力的好用工具。准备好了吗？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，你站在售票机前，或者正准备结账，突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，心里狂喊：天啊，我到底该用 went 还是 have gone？ 那种尴尬的停顿，真的不是因为你害羞，而是你的大脑正在后台做超级复杂的文法体操。其实我们多数时候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，而是被那些微小的文法零件，像是时态啦、介系词啦，给绊倒了，才导致我们讲话开始结巴。那么破局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 chunks， 我们叫它语块。简单来说，它就像是你大脑抽屉里的随插即用工具包。这些短语本身就已经自带了正确的文法，像是at the weekend 或是 I've got。 当你习惯直接抓取这些预先建构好的语块时，你就再也不需要从零开始把单字一个一个痛苦地拼凑成句子了，这真的能为你省下超级多的脑力。为了帮你彻底解决卡关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套非常清晰的路线图。首先我们会聊一聊文法三脚架法则，接着带你诊断你的英文，再来为你介绍关键7招工具箱，然后讨论完美与流畅度的取舍，最后呢，给你一份超实用的15分钟日常计划。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，第一步，文法三脚架法则。拜托，停止过度思考每一个小螺丝钉了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英文就像是一台相机的三脚架，只要3只脚各司其职，画面就能保持平稳。你根本不用为了那些微小细节惊慌失措。看看这个甜甜圈比例图，非常有意思哦。在我们真实的日常沟通中，其实有高达70%是依赖单字和语块，2成才是核心文法。那剩下的那1成是什么？是那些极端罕见的例外情况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把大把的心智资源和脑力都砸在钻研那100%的罕见例外上，那真的是亏大了，对吧？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神奇的对比。如果用东拼西凑的方式，你可能会说 "And Monday I go dentist"，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卡卡的？但如果你直接套用现成的语块，变成 "On Monday I'm seeing the dentist"， 哇，听出来了吗？当你使用 "On Monday" 或 "I'm seeing" 这样现成的语块，瞬间就变得从容又道地，完全不用在脑袋里打结。接着我们进入第2部分，诊断你的英文。在我们开始狂啃文法书之前，必须先精准抓出你究竟卡在哪个环节。这边教大家一个超级没有压力的小测试，你甚至排队买咖啡的时候就能做。拿出手机，不要看任何小抄，对着它讲60秒的话，讲讲今天的计划或周末趣事都可以。讲完之后播放出来，然后帮自己抓漏，记下3个 E， 也就是文法卡顿，还有3个 V， 也就是你想讲却找不到的单字。就这么简单，花不到你3分钟。好，听完刚刚的录音后，你可能会发现3种症状。第一种，讲话常常停顿很久，这其实是速度问题，你的脑袋正忙着选时态呢。第二种，讲话很快但错误百出，那是准确度的问题。那如果是突然一片死寂，不知道说什么呢？很明显，这是缺词了，单字库见底啦。清楚自己的症状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。既然找出了痛点，解药就来啦。进入第3部分，关键7招工具箱。抛开那些厚重、看了就想睡的教科书吧，我们只专注在今天就能帮你缴房租、真正派上用场的实用文法。你真正需要的其实只有这7大核心：基本句型架构、核心时态、表达未来的方法、情态动词、介系词语块、可数与不可数名词，还有简单的连接词。说真的，日常对话你只要能熟练切换3个核心时态，就绝对绰绰有余了。真的不用把英文的12个时态全都塞进脑袋里折磨自己。
来，我们马上来解决一个超级经典的痛点，第三人称单数动词。教你一个超好记的口诀 ：he, she, it, add the s, and that's it。只要是他，动词后面加个 s 就搞定。多念几次，让它变成你的直觉反射，以后讲话就再也不会掉进这个陷阱了。我们再来玩一个关于词序的小对比。有时候一着急可能会脱口而出 I often late， 但只要稍微调整一下，改成 I am often late。规则超级简单，频率副词永远乖乖待在 be 动词后面，一般动词前面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只要在文法上轻轻推这么一小把，整个句子听起来就稳重、干净多了哦。好啦，换个节奏，第四部分，完美与流畅度的取舍。我们来引入一套非常直观的红绿灯系统，帮你判断什么时候该字斟句酌，什么时候又该放飞自我。首先是红灯区，这代表精准度至上。比如说你要写一封正式的 email， 坐在考场里，或者是正在核对合约上的数字和时间。在这种情境下，你必须踩一下刹车，放慢脚步，确保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缺，就像在结账柜台确认金额一样，绝对不能有任何模糊地带哦。接着是黄灯区，也就是确认，这算是中间车道了，通常用在安排计划、给别人指路或是处理费用的时候。这时候你不需要追求考满分级别的完美，但你必须确保对方没有误会。这时候你可以准备一些安全台词，像是 I'll text you， 我晚点传讯息跟你确认，这样不仅能避免沟通误差，还能帮你减轻不少当下开口的文法压力。最后是绿灯区，流畅度才是王道，也就是我们平时的闲聊或打屁。在绿灯对话里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温暖才是真正的主角。所以放轻松，就算不小心犯了一点小文法错误，真的没人在乎。只要你的态度友善，表达清晰，讯息能顺畅地传达出去，那就完美了。好好享受对话吧。懂得拿捏分寸之后，我们来到第5部分，15分钟日常计划。这就要教你怎么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变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肌肉记忆。我们来玩一个叫语块阶梯的游戏，看看句子是怎么长大的。第一步，先找一个超短的种子句子，比如说 I'm working from home today。第二步，加个原因。第三步，加个时间。第四步，加个结果。像这样一步一步、一层一层叠上去，你完全不用在脑袋里进行高难度的文法运算，就能安全又轻松地讲出一长串完整的漂亮句子哦。那么这每天的15分钟到底要怎么分配呢？第1分钟双变开口法，也就是先求顺畅讲一次，再加点修饰讲第2次。第2分钟练练刚才学的语块阶梯。第3分钟时态切换滑杆，试着把同一个句子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各讲一遍。剩下的时间呢，就用来做暂停与跟读练习。你看，每天趁着等公车或搭捷运的时间做点小练习，绝对比你考前一晚熬夜痛哭死记硬背有效太多啦。在练习的时候，请千万记住一个大原则：记录你的胜利，而不是你的挫折。我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表格，只要拿张便利贴，每天关注几个简单的指标。别人听得懂吗？准确度有提升吗？句型有变化吗？听起来自然吗？然后建立你的每日错误卡片。记住，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值得你好好庆祝。好，在今天的解析结束前呢，我要偷偷送大家一个终极的英式礼貌大绝招。当你想展现贴心时，可以试着说这句 You might want to bring a jacket. It's chilly, isn't it? 你可能需要带件外套，有点冷，对吧？加上后面那个小小的反问，哇，那种委婉又体贴的感觉，瞬间让你听起来就像个深谙人际互动的道地英国人。来到今天解析的尾声，我想请大家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。当你不再从零开始，痛苦的一个单字一个单字拼凑，而是开始习惯用语块来顺畅表达的时候，你的英文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？这绝对会是一个令人惊艳的蜕变。我强烈建议你今天就拿出手机，录下你的第一个60秒自我诊断。别犹豫了，自信地迈向属于你的全新流畅境界吧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解析再见。